好，今日我哋玩快線北上，去經美張食北京烤鴨，之後去4間唔同嘅糕餅店買月餅試食，想比較一下邊間嘅月餅最好食。想知冠軍誰屬？即刻睇片！記得訂閱及按讚，有新片時就會即刻收到通知。由福田口岸出發搭4號線，坐2個站就會到會展中心站，經 C 出口就可以直達皇庭廣場。今日嘅第一個目標係經美張嘅北京烤鴨。皇庭廣場有東南西北之分，經美張位於 L1 靠近東門，店門口裝修係中國古式建築風格，門口等候區最少放咗30張凳仔，裝修以中國紅為主色調，配合清代宮廷元素，環境雅致。當眾當中又帶着輕鬆詼諧，再加上燈光配合，整個環境令人覺得好舒服。餐廳左邊全部都係4人卡位，有木板隔開，用嚟打卡一流。接近廚房位置有幾張圓台，可以坐8到10個人，擁有半獨立空間。如果超過12人或者想有更大嘅私隱，可以使用位於餐廳較後嘅包廂。呢度大約有10間以頤和園、故宮、乾清宮等等命名嘅包廂。包廂大小不一，但都有獨立房間，非常適合商務宴客及家庭聚會等等。呢個房間就可以容納14至16人左右，用嚟宴客非常之大方得體。唔知包廂有冇最低消費要求呢？拍攝咗成10分鐘，竟然冇一個職員嚟干涉，估計好多人都會嚟打卡，職員都已經見怪不怪啦。座位後方更加有一個茶几同埋茶具套裝，方便早到嘅人飲下茶傾下偈。包廂嘅走廊裝修都好靚，行走喺其中，我已經覺得自己已經變成咗太后娘娘。小李子，哀家要去看看皇上有沒有用功學習，你還不快點過來攙扶一下？睇下盞燈幾靚，好似一輪明月，高高掛在牆上，照亮走廊。睇完咁靚嘅包廂，再帶大家參觀一下廚房。喺通往包廂嘅走廊邊，透過玻璃就會見到廚房入邊嘅環境。一隻鴨仔已經掛咗喺廚房入邊，等待浴火重生嘅機會。一碟碟嘅配菜就好似一支紀律嚴明嘅軍隊，蓄勢待發。今日我哋經美團點咗一個北京烤鴨嘅2人套餐，228蚊，包括半隻烤鴨、一碟貝勒爺烤羊肉同埋油炸奶白菜。要留意皇庭廣場店星期6日係唔可以使用團購券。第一道菜係貝勒爺烤羊肉，因為同伴怕辣，我哋特別要求免辣，所以覺得唔夠野味，好似爭咁啲嘢咁。羊肉用銅器裝住，入邊仲有固體酒精加熱，銅器會導熱，所以要小心燙傷。貝勒爺羊肉口感適中，唔會太老，一入口就會品嚐到好重嘅孜然粉味道，所以食唔到羊肉嘅騷味。套餐中除咗白飯2碗，仲有2支山楂汁。呢一碟係油炸奶白菜，份量唔多。呢一塊係油炸，用肥肉炸出嚟嘅，比較香口，但係就太油。今日嘅主角出場啦！職員話通道太窄，所以唔可以喺座位旁邊表演刀工。我哋淨係可以離開座位，跑過嚟拍攝，儀式感大減。只見廚師刀工純熟，不消片刻就切咗一大碟肉片出來。鴨皮另外處理，將油脂刮走，之後再切成一片片，最後覆蓋喺鴨肉上面，擺到靚靚仔仔。由於係現場現切，所以感覺真係比較足料。上次金哥哥明顯皮多肉少，今次就覺得比例正常好多。其實今日我哋好早就到咗，人客都未滿。如果可以安排師傅坐喺旁邊表演刀工嘅話，絕對係一個驚喜。
有啲時候生活都要一啲儀式感㗎嘛。終於都上齊菜，用來包住烤鴨嘅餅皮都隔水保溫住，確保餅皮軟硬適中。二人餐望落份量好似唔多，實際上半隻鴨已經佔據咗我哋90%嘅戰鬥力。最後2碗飯幾乎冇食過，職員會當面將餅皮分開，方便客人取用，真係服務周到。我哋嘗試用唔同嘅配搭去品嚐烤鴨，先係2塊烤鴨加青瓜、京蔥及特製醬汁，當做最基本嘅配搭。之後包好佢，咬一啖先。哇！皮脆肉嫩，齒頰留香。我有個好奇怪嘅感覺，最好味就係醬料，鴨肉、鴨皮都只係配角。接落去又試咗分別加咗蜜瓜同埋山楂，山楂嘅味道最特別，酸酸甜甜，建議落半條就已經好足夠，太多反而冚住咗鴨肉嘅味道。之後我哋又試齋點砂糖，唔落醬汁，我就唔係好鍾意砂糖，太普通啦。2人餐份量非常足，足夠3個人食。最後我哋食到肚皮好脹，差少少就行唔到路。食飽就去買月餅，第一站去位於 B1 嘅盒馬先生，啱啱好有得試食。我哋試咗網友推介嘅鮮肉月餅，18個9 4個。另外試咗茉莉百合月餅，24個9 4個。可惜2款都唔太合味道，最後買都冇買就走咗啦。呢個係價錢牌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跟住就去象山蘇苑睇下有邊幾款月餅賣。原來廣式月餅淨係得2款，蓮蓉蛋黃月餅8蚊一個，豆沙月餅5蚊個，鮮肉龍蝦月餅8蚊個，榨菜鮮肉月餅5蚊個。最終我哋買咗2個豆沙月餅，然後就去對面嘅卡馬王子買咗最近大熱嘅金沙奶黃千層月餅。而家即刻去會展中心 B 出口，進入連城新天地去蘆溪河。原本想買鮮肉月餅，可惜冇貨，結果買咗個廣式蛋黃蓮蓉月餅試味。最後一站就去咗翠月中心 One Avenue 去揾包師傅。沿會展中心站 A 出口嘅連城新天地向江夏站進發，可以由6號門上地面，亦可以再行前少少，另一個位置去卓越中心。6號門一出嚟就見到卓越中心，皇庭中心亦都喺旁邊。包師傅位於北區嘅 B1 層，只要去到北區就好容易揾到。今日嘅目標係5仁月餅同埋蛋黃肉鬆月餅，2款都有特價，細個裝就7個9一個，大個裝就13個9一個。買完月餅，我哋就揾咗個位坐低試食。喺美團見到找茶友百香芒芒9個8一杯，需要2人拼單，所以揾咗一個身處香港嘅朋友幫忙，成功買咗2杯嚟送月餅。睇下幾多芒果，真材實料。第一位參賽者係象山蘇苑嘅豆沙月餅，一刀切開，望落去皮薄餡靚。試咗一小塊，2個評判一致認為豆沙太甜，皮比較硬身，影響口感，可以即時出局。第2位參賽者係包師傅嘅蛋黃肉鬆月餅，非常之迷你，屬於羽量級選手。一刀切開，又係皮薄餡靚，望落去已經覺得好鬆化，食落口唔會太甜，餡料鬆軟可口，驚為天人，要即刻去買多幾個先。第3位參賽者係蘆溪河嘅蛋黃蓮蓉月餅。
超迷你。比包師傅嘅盡細，切開一睇，蛋黃比較少，蓮蓉口感就比較差，又係即時踢出局，取消參賽資格。第四位參賽者係卡馬王子嘅金沙奶黃千層月餅，每盒2個，都係迷你版，咁嘅樣都叫月餅？切開之後見到奶黃佔咗一半，食落口覺得有少少硬，本來已經想淘汰佢，點知返屋企用焗爐焗熱嚟食，即刻變得鬆軟可口，反超前包師傅嘅月餅。網友極力推介嘅產品果然不同凡響，月餅大比拼終於以卡馬王子勝出。